BBA 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。全新的宝马和奔驰亮相的时候，并没有引起什么正面的水花，但是这车10分钟2万台小订可是刷屏了全网呀！哦，对了，更正一下哦，是24小时15台订单。所以我觉得整个下半年最着急的一定是这15名给这台车下了小订的准车主们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替你们先提前体验一下吧。通过半天的试驾之后，我好像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关注它，因为它现在呢就基本上向它的大哥 M8 和 M9 去看齐了。首先就是在外观方面，是不是有一点小 M9 的感觉呢？那么之前呢这一条镀铬的装饰，它是在整体的车灯之上的，现在是把这一条镀铬装饰融合进大灯组里面了。那我今天实拍的是一个6座的纯电 Max 版，所以可以看到它下面的这一块跟我们上次拍的 M8 纯电版是一样的。那么它现在呢，采用的也是和问界 M8 同平台打造，也是华为自研的7合1高压电驱和全域800伏平台，包括这个前备箱，有没有很眼熟？当我往这个车身侧面一站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它的体量感有增大呢？那么车身尺寸方面呢，它的轴距是比老款增加了210毫米，增加的可不少呀。所以它的体量感这次也是有所增大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它现在和问界 M8 已经相差不大了。另外就是底盘方面，它这一次也变成了前双叉臂后5连杆，也增加了臂式的双腔空悬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们可以看到的是现在车身这么的脏，因为我们早上已经把它拿去趟了一趟水了。你说这一下子就省了20-30万，然后你能 get 到一个和问界 M8 和 M9 差不多的车型，所以应该也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下定了吧。好，那么开头我就说了，这一台车的内饰是向问界 M9 去看齐的，咱们来看看它这次改变了什么，增加了什么。首先就是给到了一块副驾的娱乐屏，然后也给到了流媒体的后视镜，所以它现在整个的布局就是一个对称的样式。Ultra 版呢是标配了 AR HUD， 其余所有的配置都是 WHUD， 它比以前显示的信息会更多，而且它现在的成像距离是4米，等于说是全面升级 M8、M9 同款。除此之外呢，整车也给到了像是门把手位置的木纹饰板，这块给到了2个无线充电，这里给到了一个冷暖冰箱，所以说它整体的配置上确实是越了一大级的。那么纯电和增程如何选择呢？这个我不做推荐啊，因为选纯电呢，它压根儿不会去看增程，大家按需选择就好。但是5座和6座该怎么选，我还是能给你一点点小建议的。首先就是价格方面了，所有的6座版都会比5座版贵上2万块，当然这也适用于问界家族的其他车型。那么其次呢，就是如果说你偶尔会有这种满载的需求，又或者你想把它当做一台轻微的商务接待用车，那么你一定要选6座版，因为它的2排右边的这个座位，它是一个零重力座椅，而且在前方呢也给到了一个小桌板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不管是5座版还是6座版，它的全系1、2排都是支持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的，以及它们都是 Nappa 的真皮，但是不包括第3排啊，它是没有那些舒适性功能的。还有很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这次增加了一个吸顶屏。那它的功能呢，不只是限制于去娱乐啊，去操控全车。看，当我们把车门打开的时候，它会及时的出现一个左右的下车位置，当然这个功能在前方的副驾屏上也是有的。那么拥有了以上配置之后呢，其实当你自己开车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午休啊或者临时停车，就不需要从前排再挪到后排去休息了，因为它前方都是有这些舒适配置的。而且其实6座版的车型，你日常也可以把它当做一台大4座的车去使用。好，说完6座，咱们来聊聊5座。那我会觉得日常有自驾游、出游这种需求的朋友会更加适合5座，因为它后面会有一个更大的储物空间。当然了，不管是5座版还是6座版，它们都拥有的是，首先后备箱220伏的电源以及6000瓦的对外放电功能，还有后备箱下方它其实是有一个暗格的，整个车内的储物空间给到的是非常的足。首先第一个问题啊，它的这个舱内的激光雷达识别方案，等于说你在车外来看呢，它的车顶上是少了一个那个小机脚的，同时放置在了车内，也就是这个位置。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，当它放在车内的时候，它是不会去受外部的
比如说灰尘啊，或者是雨雾这些影响，也就是说它会比纯视觉要更加的安全一些。但是你要是说它这个方案是不是不好呢？其实你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中杯、大杯、超大杯，它不是说入门给到了你一个小杯，而是说入门就给到了你一个非常不错的配置。并且呢，它的这个舱内视觉方案，也就是入门版呢，程序的 NCAA 现在也已经在做测试了。其他的就是你们熟悉的高阶的 ADS4了。那么从之前的类人的这种操作呢，现在其实它更偏向于一种超人的操作。其实上一次在 Win8沉淀版的时候，咱们也聊到了，它给到了一个双路冗余安全这样一个配置，等于说当你的 A 电路如果受到外部撞击然后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其实它是会有一个备用的电路去保证你的安全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像这个开门方式，除了说在车外给到了一个机械的，然后车内给到了一个机械的，它还会用这个冗余的方案，也就是说它会有3种的开门方式。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后向呢，增加了一个后向的固态激光雷达。那么它的应用场景其实是，比如说后方有台阶啊，或者是像这样的湖边，它有一个下沉式的场景，用来保证后方更大的安全。好，关于这一次动态试驾，其实有一个点是我来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，就是关于它的这个越野能力。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走到了一段非铺装路面以及一小段的涉水路面，那么它这台车的最大涉水深度是可以达到700毫米，也就是说等同于大 G 的涉水深度。所以咱们来总结一下，这一台全新的Win7 M7呢，它足够的年轻，也够智能，也够安全。所以3个字来总结一下，就是够全能。好了，15万名小弟车主们，看完这期视频你们还满意吗？我是木子，关注木子驾到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